假如中国收回全部争议领土，面积究竟有多大？能否赶超俄罗斯？西方国家至17世纪后期进行了殖民掠夺，我国丢失了大量的土地。目前我国与邻国之间依然还有部分领土存在争议。我国将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后，其面积有多大？能赶超俄罗斯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中印边界附近的争议领土。江心坡位于我国的西南方，该地区长约300公里，宽约150公里，面积约2.7万平方公里。江心坡地势北高南低，分为上中下3部分。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，森林覆盖率高，土壤肥沃，矿产资源与水资源也比较丰富。缅甸在19世纪末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就将江心坡给占领了。二战后，江心坡自然也就成为了中缅之间的争议地区。最后，我国在深思熟虑后，将这块土地放弃后，换回了片马、古浪与冈防这3部分领土。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，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6万。位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，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，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。拉达克在我国历史上由中原王朝管辖，但是南亚在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西藏地区的草原与资源就被英国给盯上了。1846年，他更是在清朝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直接将整个拉达克地区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。印度独立后，拉达克依旧是它的组成部分，占印度控制克什米尔面积的45%。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，包括我国西藏的措纳市、龙子县、墨脱县、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。藏南地区的面积约9.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00万。这里位于4国交界处，周边有不丹、印度、缅甸。中印产生领土纠纷，始于上世纪英属印度当局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。目前藏南还有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，更是实施了向藏南移民、大兴土木与加强军事化部署等措施，以此达到永久占领藏南地区的目的。但是我国历年来出版的标准地图对藏南地区都是进行了明确的标注。2. 蒙古国与唐努乌梁海。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，面积156.65万平方公里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。该国资源丰富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，主要的资源有煤炭、铜矿、石油、铁矿、稀土等。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，农牧业是其经济基础。蒙古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汉朝时期，当时游牧的蒙古族就与中原王朝有往来。清朝时期，蒙古各部的大部分领土并入清朝。晚清时，沙俄对蒙古国进行渗透，在清政府覆灭后，沙俄趁机推动外蒙古独立，直到1946年，民国政府才承认蒙古国独立。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，北至萨彦岭，南到唐努山，西到俄罗斯巴尔瑙尔东南，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坡以东，面积约16.86万平方公里。17世纪初，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。1727年，经过谈判，清廷与沙俄签订了《布连斯奇条约》，明确了中俄以萨彦岭为界。第2次鸦片战争后，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，唐努乌梁海一步步被割让。但是，截止到1869年，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清朝。清朝灭亡后，他在外蒙古的影响下宣布独立，但是在1914年被沙俄进行了保护。我国曾在1919年将其收回，仅过了2年的时间，他又再一次的宣布了独立，直到1944年被苏联成功吞并。苏联解体后，成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。3. 外东北与外西北。外东北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，乌地河与外兴安岭之间，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、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，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部分领土拥有优越的海岸线与丰富的物产资源，很快就引起了沙俄的注意。沙俄在1858年与清朝签订了《瑷珲条约》，将外兴安岭以南、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了沙俄。这块领土范围差不多有60万平方公里。在1860年，又强迫清朝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，这次割让的范围包括乌苏里江以东，外加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公里的领土。沙俄仅用了2张不平等的条约，就让我国丢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还让我国的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内陆省。
外西北是指清末时期被沙俄侵占，位于新疆以西的一块高达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块领土大致范围包括楚河流域、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，以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为起点，向西南方向经过艾古斯河等河流流域，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北岸的七河流域，最终到达瓦罕走廊。这一范围还包括了巴尔喀什湖、斋桑坡、阿拉湖以及伊塞克湖4座大湖。1864年，中俄签订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，割让了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。1881年，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、卡尔嘎西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加上帕米尔高原被俄国占领的3万多平方公里，俄国共割占54万多平方公里。从上述可以看出，我国丢失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被沙俄给占领了，剩下的基本都位于中印边界地带，以及还有我国南海海域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。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土全部收回，粗略计算，我们国家的领土会增加到1300多万。虽然还是无法超越俄罗斯，但是将会赶超美国与加拿大，成为领土第2大国家。